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袁。今天我们要讲一起历经30年才破案的女大学生强奸案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呢，发生在美国密歇根州的萨吉诺县，1974年6月15号。当天早上6点左右，在整个城市还沉浸在睡梦时，警局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一个年轻女孩报警求助，说自己室友米勒被人勒死了。来到现场，探员发现一个年轻女子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，鼻子上呢还有凝固的血迹，身体摆出了大字形的姿势，上半身呢只裹着蓝色衬衫，但是纽扣却被全部解开。那女子全身赤裸，敏感部位上呢盖着贴身衣物。那探员提取了现场的痕迹，那结合死者脖子上的勒痕，他们推测这是一起强奸案。但作案过程中，歹徒勒死了受害者。为了寻找更多线索，探员来到楼下，而在1楼客厅里发现了外人闯入的痕迹。首先是窗户和纱窗被人推开，窗户旁的台灯也被打翻，说明案发时有人翻窗进来，期间不小心撞倒的台灯，然后潜入2楼死者的卧室作案。而在窗户、楼梯、马桶和死者卧室的衣柜上，法医提取到了几组指纹。根据报警女孩的说法，死者呢是自己的朋友雪柔米勒，是附近德尔塔学院艺术系的学生，年纪呢只有21岁。昨天呢是星期五，自己和米勒外出逛街，他逛着逛着便进了酒吧，玩到半夜2点，米勒提出要回家，自己便陪他回到了公寓。2个小时后自己又回到了酒吧续杯，直到早上6点多时，自己才回来准备补觉。可在经过室友米勒的房间时，却发现他的门没有关，一时好奇便走了进去，不料就发现米勒躺在地上。那室友一边回忆一边流泪，他怎么也不敢相信，昨晚还和自己尽情玩耍的好友，今天就去见了耶稣。那面对死者激动的父母，探员只是简单的安慰了一下，然后呢便赶回局里开始调查。根据尸检报告，法医推测米勒遇害的时间呢是6月14号后半夜，也就是15号凌晨5点半到6点之间。死因呢是机械性窒息死亡，也就是被人掐死的。米勒的下体中有轻微的裂伤和不明的液体。法医将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，却发现没有会动的小蝌蚪。那如此，法医推断和米勒发生关系的男人应该是患有不孕症。为了进一步确认，当地警局呢还把液体制成的玻片送到州里的实验室做进一步的检验。那由于案发时呢是1974年，所以呢还没有 DNA 技术，所以鉴定科的刑侦技术非常有限，他们只能从其他线索入手，例如附着在死体身上的毛发。可这条路子呢同样也是件磨人的事情，因为米勒身上附着的不仅有阴毛，还有头发，甚至还有眉毛。而根据深黑色的毛发，探员找到了第一个嫌疑人阿巴斯艾。这个阿巴斯艾呢是个来自伊朗的交换生，他的头发刚好就是深黑色。而在案发前几天，他和死者米勒刚刚分手。米勒的室友告诉警方，他们当晚去酒吧时，刚好阿巴斯艾也在喝酒。那看到米勒后，阿巴斯艾就凑上前来希望复合，却被米勒直接拒绝。为了赶走阿巴斯艾，米勒还当着众人的面向他泼了杯酒。那直到这时，阿巴斯艾才灰溜溜地离开。而米勒的母亲也表示，此前女儿在和自己聊天时曾经说过，阿巴斯艾呢不同意分手，老是跑来纠缠他。那从学校的档案资料里，探员就提取到了阿巴斯艾的指纹和米勒公寓楼梯的指纹相吻合。那所以阿巴斯艾就是凶手吗？那不一定。这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犯罪困境了。那案发地点有嫌疑人的指纹，那不一定代表嫌疑人就是凶手。探员需要更多的证据，但当务之急是把阿巴斯艾带回警局。可来到公寓后，探员才知道阿巴斯艾早就飞回了伊朗。那所以呢，他们就联系了国际刑警，
让国际刑警出面联系德黑兰警局，让其帮忙获取阿巴斯艾的头发样本。那1个多月后，美国警方就收到了来自伊朗的样本，然而法医观察后却发现，他们收到的不是人类的毛发，而是骆驼屁股的毛发。那好家伙，他居然敢如此羞辱我们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那美国警方被气得一肚子火，居然敢糊弄我堂堂美利坚。他们马上就重新联系国际刑警，让他们亲自把阿巴斯艾带到医院，亲自拍照并且取证。那一番对比之后，法医就发现死者米勒身上的毛发和阿巴斯艾的毛发并不相同，这说明他不太可能是凶手。而阿巴斯艾呢，之所以会突然飞回伊朗，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及格，他的父母把他的学费和生活费给停了。探员转线调查米勒的交际圈，他们发现米勒的身边人真是一言难尽，经常在公寓里举行派对，嗑大麻，撞大腿。案发前后，米勒还和多个男子保持着暧昧关系。之前报警的室友告诉警方，他表弟一直在暗恋米勒，案发前还和他们住在一起。而重要的是，表弟的头发也是黑色。探员提取了表弟的毛发，发现其外观和尸体上的毛发非常的相似，而警方就为表弟做了测谎，但是第一次的时候表弟没有通过，所以他们认为凶手就是他。可是表弟坚决否认。那警员又为他做了2次测谎，结果表弟都通过了。那前面2人都不是凶手，那探员只能继续排查。那期间他们找到了第3个嫌疑人福瑞斯。根据资料，福瑞斯是个纨绔子弟，案发时27岁，家里开着一家皮草公司，还经常背着警方贩卖违禁药物，经常泡酒吧撩妹子。接受警方问询时，福瑞斯承认自己和米勒确实有一腿，2人也多次互相缠绵。当被问及案发当晚是否见过米勒时，福瑞斯一脸严肃：阿雪，你是认真的吗？那天晚上是我的新婚之夜，我和我老婆在30多公里外的地方度蜜月，我怎么可能会去找米勒？探员找到福瑞斯的妻子，那根据妻子的说法，丈夫在当晚10点就和自己上床睡觉了，次日早上5点丈夫才醒来，整个夜晚丈夫都和自己待在一起。那3个重要的嫌疑人都不是凶手。那到了这里，警方的调查就陷入了困境。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，负责该案的探员先后排查了100多人，但都找不到凶手。那直到某天，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打电话的人是福瑞斯，他主动询问了警方的调查进展，希望警方能够快点把凶手绳之以法。那挂断电话之后，探员就觉得不太对劲，一个已经结婚的前男友主动打电话询问调查进展，那福瑞斯要么就真的是有心，要么就是此地无银300两。那探员认为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，所以他们把焦点转回到了福瑞斯身上。那结果这一查，还真的有了新发现。米勒的室友告诉警方，他记得在案发前，米勒曾吐槽过福瑞斯，说福瑞斯放了他鸽子，因为福瑞斯在结婚的前一天约了米勒准备在床上切磋武艺，可那天米勒苦等了半个晚上，福瑞斯都没有出现。但这该死的渣男居然敢放老娘的鸽子，那以后都别想见我了。那听到这话，探员有点吃惊，还是你们年轻人会玩。但这些都是室友的一面之词，他们很难具体考证，他们能做的就是询问周围的人，然后交叉对比，辨认真伪。可这同样是件苦差事，因为当时福瑞斯势力大，很少人敢对警方透露信息，一是他们痛恨叛徒，二是怕遭到福瑞斯的报复。那直到案发2年之后，福瑞斯的妻子，那准确的说已经是福瑞斯的前妻，她说自己在案发当晚2点钟时曾经醒过一次，醒来之后发现丈夫不在床上。后来了解到米勒遇害的消息，她才想起来在当晚好像听到过小屋甩门的声和汽车启动的声音。次日早上5点钟醒来后，自己看到丈夫身穿外出的衣服，白色的长裤上还有硬币大小的血块，衬衫上还有点点血迹。而当时福瑞斯解释说是撞到兔子的，
而且呢还烧掉了沾有血迹的衣服和裤子。而就当探员听得正起劲时，福瑞斯前妻的一句话泼了探员一盆冷水：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，我不确定当时自己是否在做梦。与此同时，探员找到了另外一个证人，福瑞斯的16岁现任女友。女友说，有一天自己和福瑞斯几人嗑药时，有人无意说起了米勒遇害的事情。那说着说着，福瑞斯说了一句：他不是故意要杀米勒的，然后越说越激动。那根据这些证据，负责该案的探员认为可以正式逮捕福瑞斯的。那毕竟呢，他们早就看这个毒贩不顺眼了。而检察官告诉警方，这些证据呢，顶多只能算是间接证据，这点东西在辩方律师面前那是经受不住考验的。那就这样，当时负责该案的探长继续查了下去，可这一查就是8年。那直到案发10年后的1984年，这位探长退休，他们呢还是没能够找到足够多的证据，而案子呢也因此被归为悬案，被搁置了数年。那所以米勒这一页就这样被翻过去了吗？当然没有，因为随着刑侦技术的发展，警方呢会不定期的重新审视陈年旧案，那其中就包括米勒这桩案子。在案发20年后的1994年，萨吉诺警局来了位悬案专家，名为伊瓦顿，他奉命重查该案。他看着当年的案发照片，伊瓦顿发现米勒遇害之后，身体的重要部位被人用衣物遮挡，这说明凶手大概率是熟人，而作案后出于内疚才会这样做。那同时伊瓦顿还发现，案发公寓1楼的纱窗是被人往外面推开的，而不是站在外面的人往里面推。那试想，如果凶手是翻窗进入，那就应该是往里面推，而窗户旁被撞倒的台灯就更能说明这一点。那要是台灯真的是被凶手碰到，那出于人的习惯意识，那凶手翻进来后应该会把它摆正。那说到这里，有些观众可能会反驳我，那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，凶手从屋外翻窗进入屋里后，顺手将纱窗关上，最后呢也是翻窗逃走，这就解释为何纱窗是从里面往外推。这种可能性呢固然存在，但这不符合人的正常习惯。那凶手被发现后他大概率会从正门逃走，而不是选择费力的翻窗。而对比楼房的结构，伊瓦顿就认为经常没有上锁的厨房门才是凶手进入公寓的地方。带着这个想法，伊瓦顿询问了当年的涉案人员，其中呢就包括福瑞斯的前妻。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他又改变了口供。福瑞斯的前妻透露，案发当年因为自己和福瑞斯刚结婚，她不想自己的婚姻只维持几天，更害怕福瑞斯会伤害她，所以自己才帮丈夫做了伪证。她本以为帮丈夫圆谎后能够和他一起踏实过日子，可不料丈夫呢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。当丈夫看到电视报道米勒遇害的新闻时，他居然表现得非常痛苦，还跪在电视机面前说道，要是自己结婚前一天能够和米勒亲热，那或许米勒就不会遇害了。而在婚后，福瑞斯呢不但一点都不顾家，还经常婚内性虐待自己，以至于短短2年之后，自己呢就被迫与其离婚。福瑞斯前妻告诉警方，他很确定他现在说的内容是真的。案发当晚呢，福瑞斯的确离开过一段时间，他回来时也确实沾有血迹。而改变口供的不仅仅是福瑞斯前妻，还有前文中福瑞斯那位16岁的女友，她也改变了口供。她说她自己亲口听到福瑞斯说是自己杀害了米勒。在多位证人的新口供下，探长伊瓦顿就找到了福瑞斯。但由于福瑞斯在案发后没能改掉身上的恶习，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里，他就败光了家里的财产。他本人呢也从以前那个富二代沦落为住在教堂宿舍里的穷人。那虽然风光不再，但在和探长的交谈中呢，福瑞斯依然表现出不可一世的态度。在对自己当年的行踪的阐述上也是含糊其辞，前后矛盾，但就是坚决不认罪。那探长呢只好离开教堂。那结果前脚刚回到警局，后脚就接到了福瑞斯室友的电话。那室友说，自从探长你走了之后，福瑞斯呢就不停在宿舍走来走去，还一边喝酒一边痛哭，
说警察逮到了我之类的话语。案发21年后的1995年1月，警方正式逮捕了福瑞斯，并以强奸罪和谋杀罪起诉了他。1年之后，法院召开了庭审。法庭上，检方传唤了福瑞斯的前妻和好友，甚至还有他的狱友。狱友表示，当晚他和福瑞斯交谈时，福瑞斯亲口说自己是因为杀了个女人才被抓进来。那很快，法院呢就判处福瑞斯罪名成立，但是福瑞斯呢立马就提起了上诉。而法庭之上，福瑞斯的辩护律师就出示了案发当年的法医报告，上面写着凶手患有不孕症。可经过医院检查，福瑞斯生理机能正常，根本就没患不孕症，那由此说明凶手不是福瑞斯。所以法院呢就直接推翻了一审时的有罪判决，将案件驳回重审。而在监狱里待了4年之后，2004年2月，法院就召开了第2次审判。在这次审判中，福瑞斯的辩护律师质疑检方的证人，你们当时都在嗑药喝酒，你们怎么确保你们说的话是真的？而且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你们又是怎么确保自己的回忆没有出错？而质疑完检方的证人之后，辩护律师又补充说道，死者米勒呢，经常邀请朋友到自己的公寓里聚会，那包括但不限于聚众嗑药、聚众运动。那所以死者家中有我当事人的指纹啊，那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。而死者的衣服被扯掉之后，他的皮肤与地毯直接接触，从而沾上了我当事人此前就留下的毛发。但是要因此说我当事人就是凶手，那实在太武断了。2004年5月，当地法庭呢就召开了第3次庭审。在法庭之上，辩理学家就指出，案发当年那份法医报告做出凶手患有不孕症的结论呢，那不一定是正确的。而当年法医尸检时呢，是将棉签放进死者阴道内采样，然后把棉签的液体转移到玻片上制成样本，再用显微镜观察。而在显微镜下没有看到有小蝌蚪，就认为凶手患有不孕症，这是很不严谨的推论。因为法医当时在显微镜上看到的液体完全有可能是凶手的其他体液，而不是精液，那就肯定不存在精子。那因此法庭就宣布辩护律师的这个证据是无效的。那要怎么证明玻片上的体液是否属于福瑞斯的呢？那这个时候呢 DNA 技术就可以派上用场了。那只要玻片上含有福瑞斯的体液，那上面就肯定有他的细胞，也就是他的 DNA。而正当法庭要求鉴定玻片上的 DNA 时，专家一脸无奈，因为玻片上的 DNA 已经被破坏了，没法进行 DNA 检测，那除非找到当年的棉签试纸，但时隔多年，它早就已经不复存在。而就在控辩双方焦灼不下时，福瑞斯前妻的一番证词揭开了背后的真相。那前妻表示，福瑞斯每次和自己发生关系时，总会在他兄弟呕吐前把他兄弟拉出来，然后走到卫生间里继续安抚他。在多项证据面前，检方就还原了福瑞斯的作案过程。案发当晚，福瑞斯从自己度蜜月的地方开车回到小镇寻找米勒，从酒吧一直跟到米勒家中。他趁着厨房门没有上锁，福瑞斯溜进了米勒的卧室，开始侵犯他，但遭到了米勒的反抗。在争执过程中，福瑞斯失手掐死了米勒，并因此在卧室的衣柜上留下了指纹。那出于内疚，福瑞斯呢就用内衣内裤遮挡了米勒的敏感部位，然后下楼推开纱窗，打翻窗户旁的台灯，布置成有人闯入公寓的假象。而最后匆匆开车回到新婚妻子旁边，并威胁妻子做假证。那在商议2天半之后，陪审团呢就认为福瑞斯罪名成立。那最终福瑞斯被判处无期监禁，那他的下辈子都得在监狱中度过。那至此，米勒家人苦等的正义终于在案发30年之后化成了铁链，捆住了凶手。只可惜当正义到来的这一刻，米勒的父母呢只能和女儿在天堂看着。那除了法医技术这方面的问题，其实这起案件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。那例如，为什么福瑞斯的周围人要在案发几年之后，甚至案发20年之后才改变自己的口供？他们真的是良心发现吗？也许是的，又也许不完全是。
因为弗瑞斯被警方逮捕时，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富家子弟，更不是那个只手遮天的毒贩头目，只是一个住在教堂里的贫穷大叔。而人性啊，永远都是自私的，甚至原本就是懦弱的。而不过幸运的是，世上呢还是有那么一小群人，他们的懦弱被恶魔之火锻炼成了执着的正义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